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如果你这几天有在关注全球金融市场，或者正看着手里的美股和美债资产发愁，心里是不是充满了矛盾的疑惑？一方面，媒体天天在报道底层消费疲软，速食连锁店因为热狗和汉堡涨价而流失顾客，好像经济马上就要步入衰退。但另一方面，当你看到美国国家篮球协会总决赛的门票价格时，你又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生活在平行宇宙。高盛发布了一份极具震撼力的全球市场与总体经济分析报告。高盛指出，目前美国经济最真实的底牌根本不是全面衰退，而是一场被推向极致的 K 型经济大分裂。富人正在疯狂抢购高达1万美元一张的黄牛票，而底层民众却连日常的热狗都快吃不起了。这场史诗级的分裂正在让联准会下周的利率决策面临前所未有的鹰派挑战。要看清这一波即将在下半年重塑全球资金流向的 K 型定价底牌，我们最先要聊的就是高盛研究团队这次在报告中对纽约尼克队总决赛门票价格所披露的震撼事实。高盛指出，这一次纽约尼克队睽违了整整27年，终于再度杀进了总决赛。这个消息在纽约的富人圈里瞬间引爆了一场史诗级的财富狂欢。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馆的2级市场上，第4场比赛最便宜的黄牛票售价居然已经被疯狂炒作到了10495美元至15159美元的恐怖天价。30万新台币在实体世界里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一个普通上班族好几个月的薪水，而在这里仅只能买到一张位置最偏僻的体育馆站票。这项惊人的数据直接向全市场展示了美国高净值人群那近乎无限且被利差极端不敏感的恐怖消费余力。然而，就在富人们为了一张门票随手砸下数十万台币的同时，实体经济的另一端却正在上演着一场截然不同的生计挣扎。高盛报告指出，与奢华消费的疯狂暴涨相比，全美各地的热狗、速食、连锁超市等基础民生消费，其价格上涨正以一种极其顽固且无情的方式重压着美国底层与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高盛分析指出，这就是今年最热门也最残酷的 K 型经济辩论。在 K 字的上半端，占据财富金字塔顶端的富裕阶层，在过去2年高达 5% 以上的基准利率环境下，生活非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因为其手里握有大量的孳息资产，享受着源源不断的高利差红利，使其可用现金流呈现出几何级数的膨胀。相反的，在 K 字的下半端，不持有任何生息资产且高度依赖工资维持生计的底层与中产阶级，则被迫在实体世界中同时承受高昂的生活物价通膨、创历史新高的信用卡循环利息，以及越来越难以负担的车贷与房贷重压。这种极致的消费两极化正在将美国经济撕裂成2个完全不相通的温差世界。那么，这场高温降温的 K 型分裂究竟会如何传导并绑架联准会新主席华许在下周召开的利率决策呢？高盛在报告中用极其严密的量化因果关系为我们敲响了利率维持更久平坦路径的红色警报。高盛指出，联准会的利率工具本质上是一个极其粗放且准化的武器。当联准会试图通过维持 5.25% 至 5.5% 的高利率来给通膨退烧时，这项政策的物理重力在实体世界里根本无法对 K 字上半端的富人消费产生任何遏制作用。那些随手砸下15000美元买门票的人，根本不在乎美债殖利率是 5% 还是 4%。这导致整体的总和需求在富人奢侈消费与科技巨头数千亿 AI 资本支出的双重托举下，依然维持在一个极度偏热的区间。而为了要把这个总和需求强行按下去，联准会能做的事情竟然只剩下唯一一个冷酷的选择，那就是继续维持高利率，甚至不排除重启升息，用更大的物理重力去狠狠掐住 K 字下半端的喉咙，直到下半端的底层消费出现崩溃式的出清为止。这是一个极其荒谬但又无比现实的财政与政策困境。如果联准会出于对底层民众的同情，而在近期选择投降，开启降息大门，
那么这股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将会被 case 上半端的富人和大机构在瞬间转化为新一轮的资产泡沫与输入性通膨大火，进而让通膨预期彻底失控。因此，高盛在报告中坚定地对外预警，在即将召开的6月政策会议上，新主席华许领导的联准会将会展现出极具防御性的鹰派姿态。他们不仅会彻底删除声明中暗示未来降息的所有字眼，更会在点阵图中将今年的降息预期直接清零，甚至主动抛出重启升息的政策选择权。高利率维持更久的新常态，已经成了这个 K 型分裂时代下最难以被扭转的宏观重力。面对这场由 K 型经济分裂与联准会鹰派风向共振交织出来的资产大重组，华瑞认为，这本质上宣告了全球大类资产配置已经正式跨越了单纯预期全球降息放水的初级阶段，大步迈入到了重估防御性定价权与资本收益重分配的下半场深水博弈。市场长期以来被那种景气只要稍微变弱就能降息的落后教条蒙蔽了双眼，给予了传统大宗商品和二散消费板块过高且不切实际的复苏预期，却忽略了在物理世界中高粘性的生活通膨早已将底层消费的剩余价值压榨得一干二净。当高盛数据证实门票价格大涨，而联准会被迫维持鹰派，这本质上意味着那些手里缺乏实体定价权，其产品高度依赖底层大众市场消费意愿的二线品牌和中低阶零售商将会面临极其惨烈且无情的估值杀跌。相反的，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批在物理世界中手里握有大客户战略长期合约保障，其产品和核心技术具备极高品牌壁垒，且能够通过自身强大定价权与高额股份回购平准利率波动的防御性实体蓝筹，以及能够提供实质高票息回报的短期高评级信用资产，则能在这场资金去拥挤化的过程中获得最宽阔的安全边际。这是一场全球聪明钱的去虚向实大洗牌。当然，大数据央行决策模型虽然给出了路径，但未来依然存在着潜在的双向风险点。第一个关键风险在于 K 型经济下半端的信贷链条出现急性断裂。高盛指出，如果基准利率在 5.5% 的高位维持得太久，底层民众的信用卡与车贷坏账率在下半年出现非线性的暴涨，可能会引发系统性的信用危机，进而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造成急性的下杀重力。第二个风险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在第三季度出现非线性的降温。报告中提到，如果下半年因为美伊和平协议大落地，霍尔木兹海峡重启，导致全球能源与原材料成本出现断崖式下跌，这将迅速拉低损益平衡通膨率，从而为目前紧绷的通膨与利率中枢提供宝贵的被动释放压力的政策缓冲空间。华瑞认为，高盛证券这份最新的全球市场报告，用最冷静的门票黄牛价格与 K 型分化数据，为我们梳理了关键会议前夕最真实的资金底牌。这是一场由富人资产红利支撑总和需求，底层消费被动出清，而联准会被迫维持鹰派以防续通膨所主导的结构性重塑。对于投资者而言，大家密切盯紧两条实务线索。第一是看美国每月公布的分行业信用卡坏账率与零售销售的攀升流速，这将最直接验证 K 型下半端实际消费脆化的成色。第二则是关注在下周的联准会决策会议上，华许新主席是否在官方声明中正式开始讨论简化政策指引与防御性升息选择权的改革。把这两项高密度的实体硬指标学起来，我们才能在宏观流动性的剧烈拉锯中理清头绪，提前为自己的资产找到最安全也是最稳妥的跨资产防御路线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